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 今天是8月3号的复盘视频， Lucy 要用技术面结合消息面，双剑合璧，帮你拆解市场。记得点个订阅，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翻倍机会不踏空。今天 Lucy 聊美股呢，会从两个方面去分析一下纳指的一个行情。首先呢，是去看一下指数。我们在周五的视频里提到呢，现在一个行情呢是需要做两手准备的，所以说星期五的一个下跌呢，其实是躲过了的，而且呢接住了我们的一个半导体的空单。那到底什么时候呢才能去搏反弹呢？一会儿我们一起去看一下。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分析一下热点股票。今天的热点股票呢，会去分析一下特斯拉、英伟达，还有英伟达的2倍做空，还有我们的3倍半导体做空的一个品种，还有 LMT、HOD 还有 PCG。 如果说 Lucy 的分析对你是有帮助的，可以评论区留言888，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纳指在星期五的时候呢，是出现了一根跳空向下的一个阴线，而且呢直接击穿了我们的紫色的一个彩虹带的一个下边界，而且呢收盘价呢是击穿了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目前来讲呢，纳指呢是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跳空的一个向下的调整。那么调整的第一轮呢就来临了。首先我们其实是在星期四的一个这个 K 线呢结束之后呢，是对行情做了一个分析。那么这一根结构9的一个出现呢，其实它的一个 K 线的一个大小呢是可以去仔细研究一下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一根墓碑线。那墓碑线呢其实就是一个指的是比较大的一个实体的一个阴线。那么这个阴线呢，其实我们在之前的一个行情啊，就包括这个出现阴线的一个当天呢，从星期二魔咒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分析也好呢，其实没有见到过这么大的。所以说它的一个实体呢，其实会给到2倍的这样的一个阴线。那我们看到了，其实接下来呢就是出现了一个跳空的一个向下的一个走势，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是出现了一个新高，但是呢市场的一个情绪呢也达到了一个高点。所以在这个过程，其实纳指呢连续拉升呢，我们之前已经数过了大概有5轮的一个结构9，所以说这也是之前呢没有见到过的一个行情。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个行情的话，我们就要去根据一个过往的经验呢去分析一下。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2024年12月到25年2月份的一个震荡区间。那我们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2月份之后呢，它会出现了一个连续2个月的下跌，3月4月呢基本上都是在暴跌的一个途中。那现在的一个行情呢，我们可以放大来看一下的话，这样的一根阴线就是它的一个位置呢是偏离了彩虹带之后呢出现的一个下跌。那么它的一个收盘价呢其实是来到了我们的彩虹带的一个下边界。那么随即后面呢是出现了蓝色 K 线和反包的一个阳线，也就是说其实呢在彩虹带的一个下边界呢，如果说它有这个跌到位的话，其实会出现反弹的。那么我们看这样的一根阳线呢，其实它的一个开盘价的话会跌出彩虹带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跟我们现阶段的一个 K 线呢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不用太过于担心说它会连续的一个下跌。那么在等多几天之后呢，我们要等待一个阳包阴的一个信号，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或者是出现了止跌的这种就是分型的一个组合的话也可以，总归是出现多头的一个反攻的一个迹象，我们才能去抄底。所以说现在呢它出现一个这个跳空缺口，如果说之前有听过 Lucy 的视频的话，那你应该是指5成仓位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的财生朋友啊，这个9号 K 线这一天呢基本上已经清仓，或者是这个留了少部分的一个仓位。所以说在这个跳空向下的一个过程呢，就没有说太多的一个净值的回撤。那如果说你现在5成仓位没有去这个减仓的话，那实际上它的一个反抽的一个过程呢，就是你的一个减仓的一个机会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其实后续的一个行情希望是这样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可以看到，就阳线之后呢，连续3天的一个反弹，实际上是又修复掉了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接下来的行情呢，我们可以等多1周到2周去看一下它的一个走势。但是无论如何呢，如果说你仓位重的话，在这
这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过程中的话，那我们还是需要去把仓位降下来，并且呢去多关注一些这个空头的一个品种。那么这个就是纳指接下来的一个思路。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明确观点，它还不是一个抄底的一个好时机。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去看一下其他股票的一个走势情况。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 K 线的一个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特斯拉在我们画的一个高点的一个连线，还有就是低点的一个连线呢，我们会发现呢，最近的一个行情是在一个整理三角形当中，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走势。那么整理三角形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形态的话，它会有一些信号。如果说向上突破的话，这样的一个阳线呢，说明它会多方强势，那占优它就会向上突破。那如果说向下的一根 K 线出现呢，跌破了我们的下边界呢，就说明它其实是一个空头比较强势的一个走势，那么它会向下。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呢，纳指的一个情况呢，近期可能会出现向下的一个动作。所以说我们的一个特斯拉呢，它就处在的一个环境呢，并不是很好。所以周五的时候呢，是出现了跌破它的一个下边界的一个动作。我们来看一下我的一个盘前广播呢是如何提到的啊。特斯拉呢，其实它是一个上升三角形上边界呢是出现了一个压力回落，那收盘呢是收在了机构成本线的一个位置。但是这一次呢，其实没有看到说这个蓝色的 K 线。那如果说纳指呢也是下跌的话，就没有股票能幸免啊，大家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跌幅。那我们看一下它30分钟的话是有这个聚宝盆的一个信号的，但是呢它的股价又来到了这个区域啊，我们也要去看一下大环境的一个情况，这个位置能不能抄底。所以说60分钟它没有共振的话，我们还是要谨慎一些。那你说这个重仓的朋友呢，那在这个位置肯定是要减仓的了，这个是我们整体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决策。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它在这一个位置啊，它跌破了我们画的一个下边界，那你把临近的2个低点去连线的话，其实这个是比较明显的。那它现在呢，这个机构成本线能不能有这个支撑作用的话，现在我们还去看一下 MACD。那 MACD 的话，在这个过程呢，其实它在0轴附近呢是比较有挣扎的，那最终呢还是选择向下，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红色柱体呢就有放大的一个过程。联系着这个同样的一个位置的龙头引力呢，其实它的一个龙线呢就选择了向下的一个走势。其实在这个之前呢，资金流出的一个过程中，因为纳指它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环境，所以呢龙线的话一直是在一个加速区的一个震荡。那包括呢，其实它也没有说太多的一个下跌的信号，那每一次到机构成本线的时候它就能涨回来。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整体的去关注一下纳指的一个走势。特斯拉它现在是第一天跌破了这样的一个趋势线，那如果说后续的话，它能在这个2到3天之内，它能把这样的一个位置去收回的话，可想而知呢，它在这个位置呢可能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走势，那这就属于是整体的一个假跌破，后续被收回来了。那如果说2到3天之内没有收回这样的一个阳线的话，那其实它就是我们去讲到的一个经典图形的一个关键的点。那这个图形呢，就是它的一个三角形下边界呢，是我们之前讲过的经典图形的一个 put option 的一个开仓点。那这就是特斯拉的一个分析。如果说在这一个位置啊，2到3天没有去收回的话，有可能继续出现这样的一个黄色的一个辫子。那接下来的话，有可能是这个空头强势的一个过程。那空头强势过程，如果说不是做期权的小伙伴呢，Lucy 会给到大家推荐一个标的，那就是 TSDD 啊，2倍做空特斯拉。那这样的一个标的呢，其实我们如果说去看它的日线的变化就不是很大，那我会推荐去看一下60分钟的一个走势图。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它现在呢经历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在前2天啊，它在回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它其实有在60分钟的一个 K 线呢是有出现过这个抄底的一个信号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白 K 加上聚宝盆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这个作用，其实它有抄底套餐的一个出现。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它第2次出现机构低吸呢，也是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区域，也出现了龙线的一个回归。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如果说你有对这个特斯拉做空的一些观察的话，在这个地方是发现了我们的一个技术买入的一个点位。那包括呢它的一个阳线的一个反包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上车点。那既然现在我们看到了 TSDD 啊，其
其实呢它的一个上车点呢，如果说还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这个组合呢它是在变字之后出现的回踩了我们的一个紫色飘带的一个上边界，也就是多方发力的一个上边界的话，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组合，就是反包嘛，止跌的一个信号，那它还可能出现一轮上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参照一下60分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止跌信号出现呢，大概是在21位置。那现在呢它最高点其实也就是1天半左右的一个时间呢，它其实是最高点会去到24，也就是给到了10%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60分钟你还能看到它的一个止跌信号的话，伴随着我们的龙线和 MACD 还能是在一个0轴附近，那接下来呢其实 TSDD 还是有去参与的一个可能性的。那如果说想跟上 Lucy 的思路的话呢， Lucy 的订阅粉丝们你们注意了啊，咱们财商频道的一个盘前广播呢就会写到我近期盯着的一些股票的一个机会。那如果说你是新加入的粉丝朋友，那你注意了啊，你们有整整15天的一个体验期限。如果说喜欢玩期权的粉丝朋友，那看到 Lucy 的一个实战的一个交易经验分享的话，如果说你加入到 Lucy 的粉丝团成为铁粉，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多的一个福利呢，是可以看到我的一个会员视频里面会有提到这样的一个看跌期权的一个操作方法，还有呢就是可以学习一下实战的一些这个期权交易的一个技巧。那我会更多的送给你这个接收盘前广播的一个时间呢是超过1个月的。如果说喜欢的小伙伴呢，你就不要再等了，快去找助教老师拿这个订阅方式。那下周呢 Lucy 团队的老师们呢还专门为大家准备了高手集训营的一个系列课程。那高手进阶之途呢将会在下周的一个香港时间上午10点钟呢连续5天的一个这个课程呢会给大家去讲到一些反转的黄金坑啊，短线的一个这个战法，还有蜻蜓点水这些龙回手，那都是可以去提升我们的一个技术分析能力的一些课程。那如果说你喜欢，那就赶紧戳下方的一个置顶链接，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发送口令高手2个字，你就可以领取到这样的一份大礼包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那我们知道半导体这一段时间呢，其实它的一个涨势呢，就与纳指还是比较相似的，而且呢，英伟达的一个拉升呢，其实已经出现了183.3块的一个历史高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终于啊，英伟达出现了一个回调，但是这个回调呢，其实幅度并不是很大。那它在我们的一个这个彩虹飘带的一个上边界呢，是出现了一个十字星。那么在这个周五的一个回调行情当中呢，其实跌的不算多的一个这个标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它就是可以去这个分析的一个位置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在之前的彩虹标带的一个边界呢，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止跌信号，包括这里也是一样的啊，出现一个反包的一个阳线。所以说下周一的话啊，我们去看一下整体，如果说纳指呢出现反弹的话，那其实英伟达的话它一样会出现一个反包的一个阳线。那如果说能出现这样的一个阳线的话，那我们这个就可以推断说整体的一个指数呢会出现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那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十字星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分歧的一个 K 线的一个含义。那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它进一步出现一个下跌的话呢，其实这个彩虹带的一个下边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参考点位，可能半导体整个的一个板块的话就会出现回调。那我们可以通过英伟达的一个周线呢来去判断一下这个图表呢是英伟达的周线的走势图。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 K 线来看呢，周线也是一个十字星的一个走势，而且呢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它的黄色 K 线呢是断掉了。那之前呢在2号还有5号 K 线呢，其实有出现过十字星，包括前方的一个走势。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都是黄色的，我们知道黄色的 K 线呢，我们只参考它的一个收盘价就是低位呢去做防守。那目前为止6号 K 线它还没有跌破，但是呢它现在有一个需要去修复的一个位置呢，就是因为它现在股价呢偏离这个紫色飘带的一个上边界呢有一点点远，所以说它有可能会去修复一下。但是它是不是在下周修复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早在 MACD 呢会有连续2周的一个绿柱的一个缩短，当然股价呢是创的新高，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会有一点点多头衰竭的一个动作。所以说下一周的话，如果说它能顺利的出现7号 K 线的话，那它一定是不能跌破这个4周前的话，也就是3号 K 线的一个收盘价。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谨慎的对待下一周的一个行情。如果说回调到这个位置的话，其实股价的话会去到170以下，那这个空间的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喜欢英伟达的小伙伴呢，在这个地方的话还是最好要减一减仓。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英伟达有一个对应的做空的一个标的，如果说进一步下跌的话， NVD 呢是2倍做空的一个标的呢，我们也来去分析一下。这左边呢是它的一个30分钟的一个走势，那右边呢是它的一个60分钟的走势。我们先来看30分钟，其实它有在上周呢是出现过这样的一个白 K 加上聚宝盆的一个动作。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是抄底套餐的条件1。60分钟呢，其实它也同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白色 K 线加上我们的聚宝盆。所以说你有我们的一个抄底信号的话，你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有看到一些信号的。接下来呢，它有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30分钟出现了变字，那也是比较清晰的明显的。那在这个过程我们知道啊，它出现变字之后呢，如果说出现了一个止跌组合，也就是这一个组合，这个组合我们知道啊，这个叫这个底分型啊，底分型，它在这个彩虹带的一个上边界出现的底分型的话，其实是一个止跌的一个信号。那么这个是30分钟，那60分钟的话也同样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止跌信号，它也是在一个变字后面的出现回踩之后的一个反弹。所以说下一周的话，如果说英伟达出现回调的话，那么 NVD 的话，它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回调的一个分时的 K 线里面再出现一个反包的一个阳线的话，那它还是一个参与的一个机会。所以说 NVD 这一个标的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也是符合了我们技术分析里边的抄底套餐加彩虹带的精准买点。所以大家其实呢，这种做空的 ETF 呢，还是可以去用到我们的一个信号的。其实它的一个方式方法还是一样的。这个呢是给到英伟达的一个防守的一个标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半导体3倍做空的一个标的的一个走势图形。我们看一下我的一个盘前广播有给大家去提到啊，就是在7月30号的时候，其实我有看到一些迹象。那我描述了一下，其实近一段时间的半导体在英伟达包括 AMD 啊还有博通的一个强势拉升中呢，其实是偏离了彩虹带的一些距离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3只股票。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有去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板块的一个情况呢，就想到了这一只3倍做空的一个标的。那它现在是接近了黄带的一个末端。那么7月30号呢，是在这一天啊，是在这一天的一个这个 K 线，那它其实是有一点点迹象了。然后呢，我去分析了一下，我说这个30分钟呢是有这个抄底信号，但是60分钟还没出现，因为这一天呢还是比较早的啊。那如果说60分钟出现黄色带的一个末端的话，那短期半导体板块是出现回调，那这个品种呢是不错的一个对冲品种。所以说日 K 线上如果说出现了一个黄色带止跌的一个组合为准。那止跌组合是出现在哪里啊？止跌组合是出现在这2根，所以说呢，其实我是有跟踪小周期的啊，60分钟大家是可以能看得到的机会。那我们也在这个8月1号的一个这个盘前呢，也给到大家了。我说呢，这个没想到这么快啊，就出现了这个布局的一个机会。那我参考的反向的指标呢，其实是3倍做多的那一只标的，它是出现了一根大阴线啊，切断了我们的一个彩虹带。所以说如果说股价进一步跳水的话，其实呢这只标的还是有机会的。那前一天呢，如果你埋伏了，你是给到一个对冲呢是 9% 的一个收益。那我当时呢也会给到，如果我们持仓的话，那波段的机会呢就会给到左侧的一个压力8块2毛6到8块8毛3这个区域。其实呢它是一个3倍做空的一个标的，我在写这个标的的时候，其实呢面临的压力比较大的。那如果说遇到一个震荡的话，它的一个磨损还是比较严重的。我再次提示，仓位是不能超过1成，防止它回落的话会带来你一定的一个损失。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其实这个好在它是出现了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动作，而且呢这2天会给到10%几的一个空间。所以说现在呢是出现了一个十字星，那它跟英伟达的一个这个十字星其实是相对应的。所以说我们还没有上车的小伙伴呢，你可以把这一只标的呢放在这个自选股里。那如果说我们的一个彩虹飘带呢出现一个什么
出现一个变字的话，那它有可能还会变成一个多头发力的一个过程，那也就是说半导体板块整体可能还会继续调整。那如果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一个信号呢是必须要出现这样的一个止跌信号，或者是带单针探底的，或者是它出现一个底分型，那我们的那6种信号呢，你就必须要有一个符合条件的，你才能上车。所以呢，这里要用到的就是一个变字加我们的一个止跌信号，才是精准的买点。不然的话，这种3倍的一个标的的话，其实它的一个磨损还是比较严重的。那好在呢，近期它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聚宝盆的一个走势。那无论如何，短线的话还是可以去交易一波差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HOOD 的日线走势图。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看一下HOOD 呢，近期它是走出了我的一个判断的第2种的一个这个走势。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 HOOD 我们的一个盘前广播呢，我是给大家去写到了，在这个7月29号去写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日 K 线呢，它是出现了一个止跌信号然后呢出现共振，尾盘呢还有一点点拉升。那想着说它在这个位置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形态。接下来呢是有2种，大家一定要看清楚我写的2种走势。那其中一种呢是比较好的，就是说它如果要是突破了113的话，那它就会是一个走势的一个上涨中继了。那如果说不是的话，不突破，也就是第2种情况了嘛。那这个位置很有可能是 M 型，有买股票的你就要注意一下了，它的一个这个减仓的一个信号。那我们来看一下7月29号呢，大概是这一天。这一天的话呢，其实它是没有说出现向上的一个上攻的。那我是在这一天发现的第2天呢它是有拉升的，但是很遗憾第3天它又跌回来了。但没有跌破我们的一个彩虹带的一个上边界，其实它还是有希望的。那当时这一天呢，我是给大家设置了一个止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这根阳线的一个开盘价的一个位置。那一会儿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设置在这个位置那后续呢，其实它的一个高点呢，来到这一天，其实它盘中的话是达到了111，所以说小小的一个波段呢，如果说我们参与的话，大概成本价应该是105左右，高点的话是出现在111。那我们如果说能卖在一个110或者109的话，大概是有4块钱的一个差价。所以说其实 HOD 呢，它的一个这个向上突破呢就失败了，那它就出现了一个回调。当然在这个过程呢，其实它还符合了一个图形，也就是说我们把低点呢在这个位置连线连到高点，然后再回这个联系它的一个低点，然后再去这样去画的话，你会看到一个什么？你会看到一个 M 型。那么 M 型的话，其实它的一个颈线位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那么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它反抽的话，也就是星期五它已经反抽过一次了。那在这个地方，如果说过不去的话它这个周一它再上不去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它有可能继续下跌。所以说 HOD 的话，其实呢这个位置它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补仓的一个位置。那反而呢，如果说反抽不过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做空的一个好位置。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如果说你看了我的一个铁粉视频呢，就是看跌期权的一个开仓点的话，那其实它又是一个经典图形的一个开仓的一个位置，就是 put option。那它在这个周五的话，如果说反抽不过的话，其实这个位置是开 put 的一个点。所以在下一周的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的一个 M 型它不能收回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其实呢还是有一个机会，也就是彩虹带的一个中轴的话，那还是可以去做空的。那相反的，如果说你买了股票的话，其实呢如果说给机会的话，还是要先止损出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就是 HOD 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PCG 的日线走势图。那 PCG 呢是 Lucy 在给我的一个财生呢去做1对1整股的时候呢有提到的一只股票。那么我们的一个财生呢，其实有看到这样的走势呢，其实它是拿捏不准的。我也来分析一下，我说呢在这个地方有看到白 K，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号。那么在1个月之前呢，其实也出现过白 K， 但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有这个聪明资金的一个流入，但是它有折腾了1个月的一个时间。那后续的话，它在这个位置去发现了它的一个这个龙头引力聪明钱的一个流入呢是比较明显的。那另外呢就是这一轮的一个拉升从这个12块9毛7一直到6号 K 线的一个高点的一个黄 K 呢，其实它都没有跌破这个黄 K， 那一直在它的一个上方。那它第一个信号呢，其实是在这个黄 K 的一个防守呢去做它的一个分析。
那我们的一个财生呢，其实是在这一天的时候来问我的。那我说它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而且呢9号 K 线的一个最低点，如果说不跌破的话，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参与的最好的一个买点。那其实呢，它就是因为这个彩虹带的一个辫子在这个地方，而且呢，你会看到呢，它的一个走势呢，其实是离它不远的一个位置。那我呢就在这样的一个盘前广播里呢去提到了，这是8月1号。其实呢，咱们有体验广播的朋友，包括财生呢，是7月30号就看到了这个广播。那有提到说它的一个位置啊，在这个彩虹带收尾的一个辫子之后呢，1天之内完成了单针探底的一个走势，就是指的是这一个啊单针探底，其实呢是比较这个明显的了。然后呢9号 K 线的一个低点防守位置是这个标准，那也就是说其实它收盘价连着2天都没有跌破，包括说这个我们8月1号最后的一根 K 线，它也是一个小阳线。那在所有股票基本上都是回调的一个过程，它能收阳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如果说在这个地方你说14元附近呢有机构资金的一个流入，那短期的话这个波段呢你是可以持仓的，你在这里位置买，其实呢仓位不重的话你拿一拿是可以的。那压力位的话是设在14块3毛6啊，这个位置比较近。那我们也是看到了它其实呢有一个突破的一个意图，当然我们肯定要提前呢去埋伏进去。一旦股票这个突破压力呢，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承压互换的一个位置，所以说相信彩虹带的一个助力。但是我们知道当下一个行情啊，它是一个这个回调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再厉害的股票你也不能重仓。那具体的视频呢，其实是我是周五有分析过这只股票的啊，在周五结束呢就给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它没有跌破彩虹带，而且呢它还有点这个向上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一个利用彩虹带和单针探底止跌信号来去抄底的一只股票。那当然呢我们也有这个财生在这个位置啊去买了它的一个 call option， 也给到了1倍的一个收益啊，而且呢它是不隔夜的，它是做了一个日内的，就有到1倍。那么在这个地方其实好的一点是，因为之前呢是一轮下跌啊，没有这个出现过就是拉升。在这个地方呢 MACD 啊它也是啊在0轴的一个附近，所以说近期调整的话对它的一个影响呢我想应该不是很大，而且它还在啊离这个机构成本线比较远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它的一个空间呢会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那它向上的一个空间就比较大了，这是可以给到我们一个想象的一个位置的。那这就是 PCG 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最后一只就是 LMT 啊这只股票。那之前的 Lucy 是有去在这一天的话啊有看到的一个白 K， 它向下的一个位置啊，我们往左侧看，其实它这个位置其实是有防守的，所以说同样的位置呢也有白 K， 但是这只股票其实它就这个差一点呢，就是在它的一个低洼区呢是没有这个聪明钱流入的。那没有聪明钱流入呢，也不耽误这只股票它的一个白 K 之后的一个上涨啊，出现一轮拉升，其实它还是比较活跃的。那在这个地方呢，它同时又出现了啊白 K 蓝 K， 它的几天的一个震荡呢，虽然说给到的一个时间呢比较久，但是我们之前说过，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反弹呢，我们先去看，对吧？抄底信号的话是先去看1到3到5天，也就是说其实在第4天的时候它有给到过一个高点，在这个地方呢短线的一个差价呢也有5%左右的一个收益。那它呢就在整体的一个回调当中呢是出现了啊，它的回调呢是跌破了啊我之前画的一个防守位，但是呢第2天就被收回了，等于说这一天是假跌破。现在连续2天的一个拉升呢，就是因为它的日线呢又来到了聚宝盆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如果是你有买了 LMT 啊，看了我的广播去跟上的操作的呢，其实在这个地方你也不用说有太大的一个担心。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它之前的一个习惯是怎么样的，它在这个位置有白 K， 然后呢它随即是出现了一个反弹，而且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在这个黄色飘带的一个下方，那出现了阳线的一个拉升呢，它反弹的一个力度还是不小的。那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又出现了一个白 K， 白 K 的话呢，你按照我们的一个标准呢，你就是在阳线反包的一个位置去买入的话，你基本上是买到一个低点，接下来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空间呢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只股票它的一个习惯呢，就是说如果它一旦出现了它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拉升的话，其实它反弹的一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去给到它2周啊，或者再等一等它的一个走势。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就底部啊，
这等于说这样的一个图形当中呢，大家会看到啊，这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小的一个 W， 那在这个位置呢是出现了它的一个回踩之后的一个拉升，所以说后续呢，如果说你的一个仓位轻的话，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话，你仓位轻，你就可以去拿得住这样的一只股票，所以说可以啊去等一等它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情况。那我在我的一个盘前广播里呢，其实也有提到，那这是7月31号啊提到的。那它的一个分析呢，就是说回顾日线过往的一个彩虹带啊，这个空带的一个走势，那白 K 空带后都会有偏离修复，而且呢是可以修复到中轴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修复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说的还比较低了啊。那其实它有是超过中轴，那我们就要一步一步的去看。那如果说能修复彩虹带的一个黄色偏离度的话，是可以延长到2周的啊。刚刚有讲了，那我的一个防守位呢是给到了419块3毛9啊，但是可能是给的高一点，它有一天是破了。那如果说卖出的财生呢，你就不要再买了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你卖出了其实是躲过了这一波啊。那如果说你还有持仓的话，你就紧盯龙头的这个龙线，龙头引力的龙线，一旦出现这个聚宝盆的话，有反弹的可能。所以说这就有描述过这2天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咱们看得懂 Lucy 的一个盘前广播的话呢，就知道这只股票要去怎么分析了。那今天咱们的一个复盘分析呢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喽，拜拜。